最近关于2026年绿卡大盘查的消息在海外华人圈子里炸开了锅，不管你是在美国生活，还是在海外长期工作或者学习，几乎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手里的绿卡会不会突然失效。说实话，这种紧迫感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有真实案例支撑的。最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情况，有的人入境美国的时候，直接被请进了所谓的小黑屋接受盘查；有的人明明拿了好几年的绿卡，结果在机场就被扣留，还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处理。更有甚者，身份拿了多年，却被翻出当年的一些旧资料，直接引发调查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不是个别情况吗？实际上，这类事件已经越来越多，而且呈现出一种趋势，移民局的执法明显比以前严格了很多。这种变化说明，这次所谓的绿卡风暴并不是谣言，而是正在悄然发生的现实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话题？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证件的问题，它关系到很多人的家庭、孩子的教育规划，甚至是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安排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们就想带大家认真拆解一下，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以及你该如何应对。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持有绿卡，正在申请绿卡，或者有长期的移民规划，那么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们会讲3类在这次大盘查中风险最高的人群，同时告诉你一些实用的自救策略，帮助你保住身份，避免踩坑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2026年，为什么1月1日大家都这么紧张？这里面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美国移民政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会随着行政当局的更迭、国会的风向以及社会舆论不断调整。哪怕官方从来没说过什么清洗之类的字眼，但从过去1年的执法数据和即将发布的行政指令来看，收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。换句话说，这次风暴的紧迫感绝对不是危言耸听。其次，1月1日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时间点，因为每年的1月1日往往是联邦机构新财年的开始，同时很多新规章也会在这一天正式落地。从这一天起，移民局可能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限，去执行他们的检查和调查。这意味着一些以前能蒙过去的小问题，现在可能就被抓住了。我们可以把这比作一个过滤器，以前这个过滤器的网眼比较大，有些小瑕疵，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可能不会被盯上。可现在这个网眼越来越小，稍微有一点不符合规定，或者信息上有点小矛盾，都可能被拦下来，甚至引发进一步调查。所以，如果你是绿卡持有人，你要明白，风险正在扩大，而且这个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股紧张气氛不仅仅来源于政策本身，还和现实案例紧密相关。最近1年的入境记录显示，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居住时间过长在海外，或者申请资料存在微小差异，在入境时就被额外盘查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平时走走短期旅行，偶尔回美国报税或者处理一些事务，就能保住绿卡。但事实是，移民官看的是你是否真正把美国作为你的家，也就是所谓的定居意图。如果大部分时间你都在海外工作或生活，即便你每年飞回来几次，也可能被质疑你的生活重心不在美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，这不仅仅是表面手续的问题，而是要真正建立在美国的生活痕迹。所以，本期视频的目的很明确，我们要帮大家理解这背后的运作机制，解释移民局可能采取的强硬手段，以及如何在现实中规避风险。你需要知道，不论是长期居住在海外，申请过程中存在不实信息，还是触碰公共负担和道德底线，都是这次大盘查的重点对象。而我们会一一拆解，让你明白自己在哪个层面上最需要注意，并提供具体可行的自救策略。总结一下，本部分主要告诉大家3件事。第一，焦虑的来源是关于2026年绿卡大盘查的传闻和1月1日新规的临近。第二，现实警示是真实案例，入境被盘查、绿卡被扣留都在发生。第三，本视频的价值是要严谨地拆解政策，分析高风险人群，同时提供保住身份的关键自救策略。看到这里，你应该能感受到，这次变化并不是遥远的新闻，而是可能直接影响你和你家人的切身利益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探讨政策背后的逻辑，以及3类高危人群，帮助大家提前做准备，把风险降到最低。接下来我们聊聊为什么大家最近都盯着2026和1月1日这2个时间节点，
其实背后有一套比较深的行政和政策逻辑。首先，1月1日并不是随便选的，这一天往往是联邦机构新财年开始执行预算的日子，同时也是很多新规章正式生效的节点。简单理解，就是从这一天起，移民局可能拿到更多资源，也有更明确的权利去执行新规，这直接影响到执法力度。所以你手里的绿卡哪怕以前没问题，这一天之后可能就面临更严格的审查。再说2026年，这一年也是美国中期选举前的关键年份，对现任行政团队来说，是必须在移民事务上交出成绩单的时间点。换句话说，移民局内部压力巨大，一方面要处理堆积如山的旧案，另一方面还要向社会交代，他们在边境管控和移民体系的诚信维护上有尽职尽责。结果就是，以前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小问题，现在完全不行了，审查明显变严，这也是大家焦虑的根源之一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技术因素，数据和信息的全面数字化。过去，你的婚姻状况、税务记录、出入境信息可能分散在不同部门，查起来非常耗费人力，哪怕有小差错，也很容易被忽略。但现在，随着系统升级和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推进，这些信息已经互通互查，相当于以前人工翻阅纸质档案，现在是大数据自动比对。你在申请表里写的每一个细节，过去可能只是纸上文字，现在几乎无处可藏。这样一来，不论是微小的矛盾，还是过去的欺诈行为，都很容易被发现，追诉和调查的效率比以前高出好几倍。说到追诉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在移民法里，欺诈行为是没有追诉时效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哪怕你绿卡已经拿了10年，甚至已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，只要当年申请时撒了谎，提供了虚假材料，移民局依然有权启动程序，先撤销你的公民身份，再吊销绿卡，最后甚至可能启动递解程序，也就是所谓的倒查。你过去以为没问题的事情，可能随时被翻出来处理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2026年的变局并不是某一条新法律，而是一系列行政、政治、技术因素叠加的结果。这些因素共同指向一个趋势：收紧、严查、追诉。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，之前网眼大，很多小瑕疵能蒙过去，现在网眼密了，任何不符合规定的地方都可能被抓住。对于每一个绿卡持有人和申请人来说，这意味着合规要求更高了，容错空间更小了。总结一句话，政策变化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清晰，行政压力加选举考核加技术升级，这3股力量叠加在一起，让2026年的移民环境变得更加严格和不可预测。理解了这个背景，我们接下来才能真正看清哪些人群最危险，为什么会成为重点对象，以及每个人应该提前做哪些准备。换句话说，政策解读不仅是让你知道规则在变，更是让你明白风险来了，你必须有应对的策略。接下来我们聊聊第一类高危人群，长期在海外居住，靠短期往返维持绿卡的人。这类人其实在移民群体里非常普遍，很多人因为工作、家庭或者生意的原因，长期在海外生活，偶尔飞回美国处理事务，看起来好像一切正常。但问题就在于，很多人误以为每半年回美国一次，绿卡就不会有事，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误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关键在于移民官看的不是你有没有按规定回美国，而是你是否真正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，也就是所谓的定居意图 intent to reside。 举个例子，如果你一年里有11、2个月都在海外，美国没有房产，没有固定工作，税务报表也不全，孩子不在美国上学，每次回美国都像旅游，那么即便你每5个月飞回来一次，移民官也很可能怀疑你把绿卡当成长期旅游签证在用。这种怀疑一旦成立，入境时就有可能被带去进一步盘查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一个陷阱特别要警惕，那就是 I-407 表格，也就是自愿放弃绿卡声明。很多人在紧张的环境下，英文又不太熟悉的时候，被要求签署这个表格，以为签了就能顺利回家，结果签完之后绿卡就当场失效，入境只能用 B 类旅游签证，身份彻底归零。这个情况一旦发生，后果非常严重。还有一个误区是回美证 Re-entry Permit。 很多人以为只要有回美证，离开美国1年多也没关系，可以高枕无忧。
实际上，回美证只是说明你离境超过1年不会自动放弃绿卡，但它并不能证明你在美国真正有居住意图。如果你连续申请2、3次回美证，每次都说因为紧急事务必须离开，美国移民官会开始怀疑你的逻辑是否自洽，追问你生活的重心到底在哪里。这种审查不仅仅看你有没有文件，而是看你实际的生活状态。那怎么应对呢？现在准备还来得及，但关键不是简单的买张机票飞回来就完事，而是要真正构筑你在美国的生活痕迹。什么叫生活痕迹呢？比如保留水电费账单、银行流水，维持每年的报税记录，参与社区活动或者志愿服务，让移民官看到你在美国有根基，你回海外只是暂时的安排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生活重心必须有明确证据显示在美国，这比任何法律条文都更具说服力。简单来说，这类高危人群的核心风险就是定居意图。如果你在海外待得太久，绿卡可能只是挂名的身份，一旦移民官质疑，你的安全感就会瞬间瓦解。所以，如果你属于这类人，现在就要开始整理证据，重建生活痕迹，让自己的美国居住意图实实在在地展现出来，这样才能在2026年的政策收紧下，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身份和家庭。说完第一类高危人群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二类，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类人，在申请过程中存在欺诈或虚假陈述的人。很多人一听到欺诈2个字，会下意识觉得那是极少数人才会碰到的事，跟自己没关系。但现实是，这一类风险比你想象中离得近得多，而且在现在这个数据时代，几乎没有任何侥幸空间。首先必须把一个残酷的现实说清楚，在美国移民法里，欺诈行为是没有追诉时效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哪怕你绿卡已经拿了10年，甚至已经宣誓入籍成了美国公民，只要移民局后来发现你当年申请时撒过谎，隐瞒过关键信息，或者提交过假材料，他们依然可以启动所谓的倒查。程序就是先撤销你的公民身份，再吊销绿卡，最后启动递解出境。这不是理论上的可能，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例。而且这种风险在最近几年被成倍放大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数字化和跨部门数据共享已经彻底铺开。过去，你的婚姻信息、税务记录、出入境记录、福利记录分散在不同部门，想全部查清楚，成本非常高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系统升级之后，很多事情已经变成了大数据自动比对。你在不同表格里写过的每一句话，几乎都能被调出来互相核对。以前可能蒙得过去的小矛盾，现在系统一跑，立刻就会亮红灯。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婚姻绿卡的问题。很多人在申请时为了证明婚姻真实，交了一大堆材料，但数据一比对，却发现夫妻双方从来没有共同住址记录，联名银行账户里几乎没有真实资金流动，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各自还对外宣称自己是单身。这些电子足迹在今天的技术面前几乎是透明的，一旦被发现，就很难解释得清楚。另一种风险更高的是庇护身份相关的问题。庇护申请本身是基于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前提，你回到原居地会面临迫害。但现实中，有些人在拿到绿卡之后，却频繁回老家探亲、旅游，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晒照片、打卡定位。在执法人员眼里，这几乎等同于你亲手推翻了当年的申请理由。一旦被认定为欺诈，不只是绿卡会被取消，还可能被永久认定为虚假陈述，以后所有签证和移民途径基本都会被封死。还有一种最容易被低估的风险，叫微小谎言和信息矛盾。比如表格里问你是否有过逮捕记录，是否加入过某些组织，很多人觉得那是很久以前的小事，就随手勾了否。但只要系统一查发现事实是事，哪怕事情本身不严重，也会被认定为实质性虚假陈述。尤其是在你申请入籍或者更新身份的时候，移民局会把你最早填过的签证表格和现在的申请材料一条一条对比，前后说法只要不一致，就很容易触发调查。所以这一类人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现在做了什么，而在于过去留下了什么记录。如果你对自己的申请过程有任何不确定，或者怀疑当年中介操作不规范，最正确的做法不是装作没事发生，而是尽快找专业的移民律师做一次完整的背景排查，把自己的底子摸清楚，知道风险在哪里，才有可能提前布局，
而不是等移民局找上门时措手不及。这一部分你要记住一句话，在数据时代，移民系统记得比你想象的更久，也看得比你以为的更清楚。前面2类高危人群，很多人听完都会有一种感觉，要么是长期不在美国住，要么是当年申请有问题，好像跟自己关系不大。但接下来这一类反而是最容易被低估，也最容易中招的，因为它往往发生在你已经拿到绿卡，生活看起来很稳定之后。第3类高危人群，说白了就是触碰了公共负担底线，或者在行为上踩到了良好道德标准的红线。很多人会觉得冤，我都已经是永久居民了，怎么生活上出点问题也会影响身份？但你必须清楚一点，绿卡不是公民身份，在法律上你依然被要求持续符合良好道德品行这个标准，而且这个标准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得多。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酒驾，也就是 DUI。 很多人觉得一次酒驾最多罚点钱，扣点分，跟移民身份扯不上关系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在短时间内多次酒驾，或者造成了人员受伤，车里有未成年人，这种情况在移民法里很容易被认定为加重罪行，甚至涉及道德败坏。一旦上升到这个层级，你的绿卡就不再稳固了，更新、入境甚至入籍时都可能被拿出来反复审查。比酒驾更敏感的是家庭暴力，这在移民法里是绝对的高压线。很多人会说，就是夫妻吵架一时冲动，后来对方也撤诉了。但在移民系统里，事情不是这么看的。哪怕案件最后没有定罪，只要有逮捕记录，只要你在过程中承认过事实，或者执法部门认为你存在暴力倾向，移民官就有权拒绝你的绿卡更新申请，甚至直接启动递解程序。换句话说，形式上你可能没事，移民身份上却已经埋雷了。还有一个非常隐蔽，但近年来越来越多人踩到的雷区，就是管制药物，尤其是大麻。很多州已经合法化了，大家会下意识觉得这不是问题。但你要记住，移民法是联邦法律，在联邦层面，大麻仍然是1级违禁品。只要在入境、申请入籍或者更新身份时，被发现手机里有相关照片、聊天记录，或者你亲口承认使用过、参与过相关行业，都可能被认定为违反联邦法律，严重的直接影响绿卡身份。这一点真的不能用州法的思维去理解。最后一个常被忽略的是公共负担问题。虽然这几年相关政策有所调整，但并不代表可以毫无顾忌地依赖政府福利。如果你长期靠现金援助生活，或者在担保家人移民时承诺不会让对方成为公共负担，但对方一落地就开始领救济，一旦政府启动追讨程序，你作为担保人是跑不掉的。如果在申请福利过程中还隐瞒了收入或资产，那就会直接构成福利欺诈。这在移民法里同样属于道德败坏类问题，是实打实的绿卡杀手。所以这一类风险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不是发生在你申请身份的时候，而是发生在你觉得已经安全了的阶段。很多人不是不守法，而是不知道移民法对行为的要求和普通人的直觉差距这么大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绿卡阶段，身份安全不仅取决于你过去怎么申请，更取决于你现在怎么生活。只要你还没入籍，行为、记录、经济独立性都会被持续放在放大镜下审视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的最后一部分，我们要专门讲清楚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在越来越严的环境下把身份真正稳住。好，前面几部分其实已经把风险说得很清楚了，那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就不制造恐慌了，咱们聊点真正有用的。如果你已经感觉到风向不对，那现在还能不能补救？答案是还来得及，而且越早动手，空间越大。先说一个大前提，现在的环境确实更严了，审查更细了，数据也更透明了，但这并不等于无差别清洗。移民系统真正盯上的永远是那些逻辑站不住脚、行为和身份不匹配的人。所以第一个自救动作其实不是填表，而是重新校准你的生活重心。尤其是那些长期当空中飞人的朋友，说实话，系统不是傻子。你人常年不在美国，却又拿着永久居民身份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矛盾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得主动修正这个矛盾，要么增加真实居住时间，要么就老老实实准备一整套解释逻辑，而且是能被验证的那种，不是嘴上说说。比如工作调派，
家庭医疗、不可抗力，这些都要有文件、有时间线、有前后因果。更现实一点说，以后每一次入境都要默认自己会被问，心理上先做好准备。手机、电脑这些东西，别再随便存一些情绪化的聊天记录，你觉得是吐槽，在官员眼里可能就是动机证据。第二个动作非常直接，也非常现实，只要你条件成熟，真的别拖，能入籍就尽快入籍。很多人对 N400有恐惧，觉得那是再上一次手术台，但换个角度看，这也是一次把身份彻底做干净的机会。只要你当年没有系统性的欺诈，入籍反而是最强的保护伞。一旦成为公民，居住时间的焦虑没了，轻微法律问题对身份的影响也大幅下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安全感，而是整个家庭的稳定器，孩子、资产、未来规划全都不一样。那点申请费跟长期风险比，真的不在一个量级。第三个动作听起来很琐碎，但无数人就是栽在这上面。文件习惯，地址一变，10天内一定要报，这不是建议，是法律义务。移民局寄信从来不打电话提醒你，错过一次，可能就是面试缺席、补件超期，案子直接黄掉。再一个，税单、工资单、租约、保险，这些东西平时看着没用，关键时刻就是你在美国真实生活的证据链，不要等出事了才翻箱倒柜，那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说到最后，其实想传达的只有一句话：移民这条路从来不是拼运气，而是拼长期一致性。政策会变，风向会晃，但底层逻辑一直很稳定，守法、自立、真实的生活在这里。如果你行得正，资料对得上，行为经得起推敲，系统反而没那么可怕。与其刷短视频自己吓自己，不如现在就动手，检查证件、整理记录，找专业律师过一遍底子。这些看似很小的动作，可能就是未来帮你躲过大坑的那一步。也别一个人扛，多提醒，多交流，信息透明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。